你是否感到疲倦？不是身体上的疲倦，不是来自工作或漫长一天的疲倦，而是一种深深的疲倦，一种对自己的厌倦。你是否曾停下来注意到你脑海中持续不断的摩擦？那种因反应、因辩解、因感觉，每一天都是一场对抗自己思想、对抗通知、对抗期望的败仗而产生的疲惫。你是否感到支离破碎，仿佛在扮演一个并非你所写的角色，追求着不能满足你，默默背叛你本质的目标？这种不自然的感觉，这种在你感觉应该成为的人与你日常生活中实际成为的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噪音，这不是生活，这是一种慢性的内部摩擦，它正在耗尽你的力量。你所感觉到的是不协调的痛苦，这是与你自身内部构造不一致的生活的结果。你本应和谐流畅，但你却像一个反应者一样生活，像一片叶子随波逐流于外界的需求和内在的冲动。你对他人的想法、广告的指令，你瞬间情绪的要求做出反应，你正与自己交战，这就是你精疲力尽的原因。但我希望你明白，这种混乱状态不是你的永久状况，它只是一种症状。疾病是失调，而治愈是战略性的回归你真正的力量。这段视频是你回归一致性的地图。我将提供给你的不是生产力技巧或有毒的积极性，我将交付给你内部一致性工程的钥匙，这是消除这种摩擦的终极工具。我们将剖析自然和谐的5大支柱，一个围绕你的理性和强大核心重建你生活的实用指南，这是你从碎片化走向完整智者的旅程。如果你准备好停止对抗自己，开始建立你的内心堡垒，你的工作现在开始。点赞以支持本频道，并且作为你临在的第一个行动，请在下方评论你正在从哪个城市或国家观看，并致力于这个旅程。对于这种慢性摩擦的解决方案有一个名字：顺从自然而生活。但在我们继续之前，我需要你从你的脑海中抹去那种普遍而幼稚的想法，即认为这意味着回收、拥抱树木或搬到森林里去。这是一种误解，它使一个深刻的概念变得微不足道。对于斯多葛派的大师们以及为你转变的目的而言，自然不是外部的风景，它是你的内部构造，它是你独特且最高的能力。理性顺从自然而生活是所有实践中最激进、最困难的。它是一种刻意的行为，即顺应你最好的部分而生活，而不是顺应你较低的冲动或人群的噪音。把这个概念想象成内部一致性的工程。你所感受到的疲惫，那种支离破碎的状态，是你内心一场内战的症状。你瞬间的情绪拉向一边，社会期望拉向另一边，而你的行动绝望地试图服务于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主人。依靠理性生活是一种战略性调整的行为，这是你决定的时刻。你的思想、你的情绪和你的行动将停止交战，开始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流动，由一个单一的主人统治。你的理性判断，这是消除内部摩擦、达到流畅与力量状态的终极工具。这不是一个新想法，这是一个经过几千年考验的思维技术。马可·奥勒留这位皇帝哲学家并不是在平静的隐居处统治世界，而是在战场上和罗马混乱的政治中。他写道，要与罗各斯组织宇宙的理性保持一致。他明白自己的理性是那个秩序的火花。塞内卡这位政治家教导我们，美德以勇气、正义和智慧行事，是唯一的善，因为它是唯一完全符合我们理性的自然的东西。他们不认为理性是学术性的东西，而是设计坚定不移生活的工具。自然和谐的第一个支柱是最残酷的，也是最解放的——测绘。这是斯多葛派的基本实践，称为控制二分法。在你建造任何东西之前，你需要了解你的土地。你必须以外科医生般无情的精确度区分什么是你的，什么不是。什么是你的，只有你的选择、你的判断、你的行动和你的意志。什么不是你的，实际上是其他一切，别人对你的看法、经济、天气、你的过去、你努力的最终结果，甚至你身体的全部。你的摩擦生活是你试图拼命控制不属于你之物的结果。
你耗费你的生命能量，试图强迫一个结果，试图改变某人的看法，试图重写一个过去的错误，你变成了碎片化的人，因为你的思想分散在你无法统治的1000个领土上。理性，你的天性，要求你只将你的力量集中在你的内心城堡上。正如埃皮克提图，那位成为思想大师的奴隶所说，生活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识别和区分事物，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告诉自己哪些是外部的，不受我控制，哪些与我真正控制的选择有关。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只关注我们的选择似乎是一种失败。我们的自我被社会训练告诉我们，力量是外部控制，我们想要控制结果，我们想要胜利的保证，我们想要世界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接受生活的大部分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外，这听起来像是被动，似乎我们正在放弃游戏，但事实恰恰相反。试图控制不可控制之物不是力量，它正是无能的定义。就像一个将军试图指挥风，他大喊大叫，筋疲力尽，却被忽视，看起来像个傻瓜。未经训练的头脑在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下运作，他相信他可以通过担忧的力量来改变交通，他相信通过反复思考过去的羞辱，他能以某种方式消除它。你变成了一个建筑师，试图在一个属于别人的沼泽地上建造一座摩天大楼。你绘制蓝图，雇佣团队，投入资源，但土地下沉，业主把你赶走，你的项目从未实现。你为失败而自责，却没有意识到错误不在于你的努力，而在于你最初选择试图在你没有掌控权的地方建造。想象一下，你的思想是一座堡垒，你的内心城堡。反应者让大门敞开，任何谣言，任何侮辱，任何坏消息都会侵入堡垒，并占据王座式的控制权，混乱随之而来。完整的智者，另一方面，使用测绘作为他的主要将军。他站在门口检查每一个事件，他问：这是我的选择，还是一个外部事件？如果是一个外部事件，他被观察、记录，并被留在城墙之外；如果是一个选择，他被带到王座室，由理性来审判。测绘的实践不是一次性的智力练习，它是一种日常的、持续的训练。每个小时，你都应该停下来问：我的思想现在在哪里？我是在专注于我的行动，还是在精神上徘徊在别人的领地？你必须使用内心城堡的建筑师这个比喻。你的理性就是工程，你正在建造这座堡垒。每一次你专注于你无法控制的事情，你就是自愿将你基础的石头交给敌人。你正在用你的焦虑来换取削弱你自己的结构。冲突是深刻的，因为外部世界是嘈杂和诱人的。你手机上的通知是专门设计来将你的注意力拖出你的城堡的。愤怒的文化要求你对你没有影响力的事件有一个反应性的意见，这需要一种沉默的勇气才能说这不关我的事，或这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因此不会得到我的情感能量。这是对慢性分心的拒绝。想想克劳迪奥堵在路上，他一个重要的会议迟到了。碎片化的克劳迪奥开始他的内部战争，他敲打方向盘，咒骂其他司机，他的血压上升。他在精神上试图推动前面的汽车，他处于一种纯粹的摩擦状态，浪费他的身体和精神能量在他无法控制的事情上。他到达会议时已经失败了，精疲力尽，充满反应。他甚至在开始之前就失败了，因为他把他的力量花在了对抗现实本身的战斗上。现在是完整的克劳迪奥，他自己思想的建筑师。他也堵在路上，他应用了测绘。交通超出了他的控制，他的反应在他的控制之内。他能做什么？他可以接受这个事实，他可以利用时间在脑海中回顾他的演讲，他可以听一个能增强他力量的播客，他可以练习平静的呼吸。他到达会议时迟到了，是的，但他到达时平静、专注，准备好了。他控制了唯一重要的事情，他自己的思想。他赢了。通过应用支柱一，你不会获得移动交通的力量，你会获得一个更强大的力量，使交通与你内心的平静无关的力量。这是通往和谐之路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你停止浪费你的意志力，你成为自己精神能量的保护者，只将其应用于能产生影响的地方。
在你的选择中，在你的行动中，在你的品格中，你停止玩泥巴，开始建造你的堡垒。如果第一个支柱是关于定义你的领地，那么第二个支柱培养是关于你在这片领地内种植什么。如果顺应自然而生活是顺应理性而生活，我们必须问，这个理性的功能是什么？斯多葛派很清楚，人性不仅仅是理性的，它在根本上是社会的。我们被造来协同工作，就像时钟的齿轮，就像蜂巢中的蜜蜂。因此，理性当它正常运作时，不是自私的，它是有德性的。美德的实践、勇气、正义、智慧和节制，不是关于在道德意义上做好人，它是关于功能性。美德是理性在行动中的表达，顺应你的天性生活就是以人类的卓越品质行事。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理性的判断有些事情比恐惧更重要。正义不是外部法律，而是理性的认识到伤害蜂巢的也会伤害蜜蜂。智慧是应用支柱一的能力，区分善恶和无关紧要的事物，而节制是对身体和情感冲动的理性掌控。有德性，简单来说就是保持一致和功能性。内部冲突在于现代社会教导我们追求非自然的东西，好像它是至高无上的善。它告诉我们追求快乐、节制、财富、正义、名声、勇气和以扭曲的方式追求智力、智慧。我们被教导去追求外部的收益，即使这意味着牺牲我们内部的一致性。当欺骗提供了捷径时，很难做到公正；当怯懦保证了安全时，很难做到勇敢；当我们被及时满足的广告轰炸时，很难做到节制。未经训练的头脑混淆了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看起来好的，他追求奢华、地位和认可，好像他们就是幸福本身，但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在你的城堡之外，你思想的真正本质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壤，你在支柱一中测绘的土地，你是心灵的园丁。如果你不刻意播种美德的种子，激情的杂草、恐惧、贪婪、愤怒、嫉妒将会自行生长，它们是混乱的默认植被。培养美德是一种刻意的日常的园艺行为，你不会通过阅读关于美德的书而变得有德行，你通过实践美德而变得有德行，你通过在小的行动中做到公正而变得公正，你通过面对小的不适而变得勇敢。把这想象成灵魂的力量训练，你不会从举起200公斤开始，你从你能承受的重量开始。你实践正义的机会在于你如何对待商店的收银员，你实践勇气的机会是进行那个你一直在回避的艰难对话，你实践节制的机会是在你醒来的第2刻对查看手机的冲动说不。社会向我们兜售一个破碎的比喻，企业阶梯，它告诉我们要往上爬，去竞争，去踩着别人到达一个空虚的顶峰。这是一个非自然的生活观，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社会性。斯多葛派使用内心城堡的建筑师的比喻，美德不是一个用来攀爬的梯子，它们是支撑你堡垒屋顶的4根支柱。没有正义，你的堡垒就是一座监狱；没有勇气，它就是纸板做的；没有智慧，它就建在了错误的地方；没有节制，它就充满了内部的敌人。挑战在于，世界很少奖励内部的美德，它奖励外部的结果。你可能勇敢的行动却失败了，你可能公正的行事却受到惩罚，这就是碎片化的人放弃的地方。他说，这行不通，我要回去作弊了。但完整的智者明白，美德的奖赏就是行动本身，顺应自然形式的奖赏是内心的和谐。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说，很多时候不公正的恰恰是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做了什么的人。他明白，不作为、未能培养本身就是一种工程上的失败。看看塞内卡的故事，他是罗马最富有的人，是尼禄皇帝的导师，他被最彻底的缺乏美德所包围。尼禄是一个非自然、冲动的怪物，塞内卡本可以为了生存而与此保持一致。相反，他试图在他的学生身上培养美德，当他失败时，他试图隐退。最后，尼禄命令他自杀。即使在那个最后的时刻，塞内卡也没有专注于结果他的死亡。
这超出了他的控制，而是专注于他的行动，以勇气和尊严根据他的理性死去。他的死是他的最后一堂课。他用理性来战胜恐惧、痛苦和情境的不公，直到最后一口气，他都是他思想的园丁。他证明了外部环境无法触及内部的美德。当反映者将美德视为太平盛世的奢侈品时，完整的智者将其视为在暴风雨中支撑他站立的工程结构本身。美德不是你拥有的东西，它是你做的事情。这个支柱的实际结果是韧性。当你培养美德时，你就变得一致，你的言行合一，内部摩擦消失了，因为你不再与自己交战，你不再需要辩解或伪装。你获得了自制力，贪婪失去了对你的控制，他人的意见失去了他的刺痛，你成为一种自然的力量，因为你正顺应你自己的天性行事，你变得功能齐全。第三个支柱是最终的校准。如果支柱一是关于接受你控制的局限，而支柱二是关于在这些局限内培养卓越，那么支柱三接受是关于你与宇宙的关系。这就是热爱命运的概念。这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或失败的顺从，这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即发生的一切，特别是那些超出你控制的支柱一，都是更大秩序的一部分，即宇宙的自然，即罗格斯。因此，顺应自然而生活不仅仅是接受，而是希望事物完全按照它们发生的方式发生。这就是完整的智者得以巩固的地方。他明白，现实不是反对他，也不是支持他，现实只是存在，与他抗争，抱怨他，希望过去有所不同，这是疯狂的定义。这是摩擦被带到了宇宙的层面。这是你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向整体宣战。热爱命运是应用于命运的一致性工程，这是将你的个人意志与宇宙意志相结合的理性行为，消除了你想要的和你所示的之间最后的摩擦。内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是抱怨的大师。当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时，我们憎恨。如果我们的野餐日下雨了，我们感觉这是一种个人的侮辱。如果我们失去了一次晋升，我们哀叹不公。我们的默认状态是抵抗。我们希望宇宙适应我们的日程。热爱命运要求我们做相反的事情，让我们的日程适应现实。这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要求我们放弃我们最珍贵的抱怨，即这不公平。未经训练的头脑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当现实没有给他想要的东西时，他就跺脚。他生活在如果的幻想中。如果我没有错过那班飞机呢？如果他没有离开我呢？如果我出生时更富有呢？所有这些花费在平行宇宙中的时间，都是从生命发生的唯一地方当下窃取来的能量。反应者总是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哀悼，因此他永远无法在现实中行动。他是一个建筑师，一生都在哀叹他得到的土地，而不是在上面建造内心城堡的建筑师。这个比喻在这里至关重要。想象一下，命运递给你一套建筑材料，你不能选择材料，你可能收到粗糙的花岗岩，也许是弯曲的木头，也许是在倾斜的土地上，并且经常有暴风雨。碎片化的人一生都在抱怨材料。他看着邻居收到了大理石，他充满了嫉妒，他诅咒土地，他的城堡永远建不起来。他被冻死，被无用的材料包围，因为他们不完美。完整的智者实践热爱命运。他看着粗糙的花岗岩和弯曲的木头说，好，这就是我的任务。他使用理性，他的工程学来找出用所给的材料建造的最佳方式。他围绕倾斜的土地设计堡垒，利用它作为防御优势。他用花岗岩做坚实的地基。暴风雨不是诅咒，它是对它的结构的压力测试。他热爱这些材料，因为它们是他的，而建造的任务就是他的目标。埃皮克提图曾经是奴隶，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不能选择获得自由，他不能选择不跛脚，他能选择如何对此做出反应。他说，不要寻求事物按照你希望的方式发生，而是希望事物按照它们发生的方式发生，你就会一帆风顺。这不是一句安慰的话，这是一个工程命令。
这是重新调整你的意志以适应现实，从而消除摩擦的指令。你不会输掉一场你没有在玩的游戏。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尽可能地打好你手中的牌，你总是赢家。挑战在于不仅要将此应用于小的不便，比如交通，还要应用于生活中的重大打击，失去亲人，一场重病，一次背叛，这就是考验真正开始的地方。反应性的头脑会崩溃，他变得痛苦、怨恨，他的城堡倒塌了，完整的智者感到痛苦。斯多葛派不是机器人，但他的理性判断开始起作用。他明白这个事件无论多么可怕，现在都是现实之紧的一部分。他的任务不是撤销它不可能，而是用美德支柱2来承受它，并将其用作建筑材料。想想火，一场森林大火是自然最混乱的形式。火无所谓好坏，它只是存在。碎片化的人看到火就恐慌，毫无方向的奔跑，诅咒神明，然后被吞噬。完整的智者看到火，接受它的现实。他问：什么在我的控制之下？支柱1，跑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帮助他人。支柱2，接受森林将会燃烧。支柱3，火对他来说只是又一个需要应用理性的环境。这个支柱的结论是不可战胜。当你热爱命运时，你不会被击败，因为发生的一切，无论在世人眼中是好还是坏，都只是你实践美德的更多原材料。你与罗格斯保持一致，你停止逆着宇宙的潮流游泳，而是利用那股潮流的力量来推动你。摩擦消失了，你不再与现实交战，你达到了和谐。随着你的堡垒被测绘、培养并与现实对齐，我们来到了支柱4，修剪。如果你的思想是一个花园，就像园丁的比喻一样，仅仅播种美德的种子，支柱2是不够的。你必须积极的、无情的拔除杂草。修剪是舍弃多余之物的实践，有意识的拒绝一切非自然并耗尽你理性活力的东西。如果和谐是目标，你必须消除噪音。非自然是你的理性识别为不必要的、有害的或分散你主要功能的一切事物，这包括对他人意见的沉迷追求，对不必要奢侈的渴望，对分心事物无用的社交媒体、引发愤慨的新闻的慢性消费，甚至是那些积极破坏你美德之旅的关系。修剪是斯多葛派的步，这是保护你的城堡的行为，不仅免受入侵者的侵害，也免受消耗你资源的无用客人的侵害。内部冲突在于我们热爱多余之物，我们依附于这些杂草，它们提供暂时的安慰、轻易的验证和从构建自我的艰巨任务中分心。对奢侈说不，似乎是剥夺；对他人意见说不，似乎是孤独；对慢性分心说不，似乎是无聊。我们害怕修剪，因为我们把多余之物与我们的身份混淆了。我们相信我们就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在线声誉，我们舒适的恶习。未经训练的头脑是一个囤积者，他保留一切，每一个侮辱，每一个意见，每一个消费欲望，每一个通知。反应者的内心城堡不是一个堡垒，它是一个堆满垃圾的仓库，没有空间让美德生长，没有安静让理性被听到。你感受到的内部摩擦就是试图在这场混乱中生活的代价。你精疲力尽，因为你背负着1000件你不需要的东西的重量。心灵的园丁，这个比喻在这里非常完美。一个园艺大师知道，一株强壮植物的秘诀不仅在于你给它什么水、阳光、美德，还在于你从它身上拿走什么。它修剪掉枯枝，以便能量流向果实；它拔除杂草，以便主植物的根可以扎得更深。它是无情的，不是因为仇恨杂草，而是因为热爱它正在培育的植物。你必须为自己的思想成为那样的园丁。修剪是一种积极的实践，它始于一次审计。问问自己，这个房间里，这个日程上，这个手机里，有什么是符合我的理性的，又有什么是多余的。塞内卡尽管他很富有，却实践着自愿的贫困。他会花几天时间吃得最少，穿着简单的衣服，睡在地板上。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而是为了训练他的不执着。他在修剪他对舒适的依恋，这样如果有一天他失去了一切，这确实发生了，
他内心的平静，他的城堡将保持不变。你必须实践你自己的版本，修剪你的时间，对那些不增加美德的承诺说不，修剪你的信息，对那些只会让你愤怒或嫉妒的新闻和社交媒体进行斋戒，修剪你的财产，看看那些你努力追求的物品，然后像马可·奥勒留那样问，这对我作为理性存在的功能至关重要吗？你会发现，你追求的大部分都是分心，而不是必须。你从修剪中获得的力量是清晰。通过消除噪音，你终于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你获得了专注，你的能量以前分散在1000个多余的欲望上，现在像激光一样集中在你的美德行动支柱2和你所控制的支柱1上。你停止过一种非自然的、反应性的消费主义的生活，开始过一种自然的、深思熟虑的、理性的生活。最终的结果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能拥有你想要的一切，而是有能力不需要任何在你自身理性和意志之外的东西。完整的智者是自由的，因为他的幸福是非卖品，他不能用奢侈品买到，不能用他人的认可来保证，也不能被物质财产的损失所摧毁。他的幸福是他内部工程的产物，他已经修剪了其他一切。我们来到了最后的支柱，这是橡胶与路面接触的地方，是所有工程成为现实的地方。行动前4个支柱，测绘、培养、接受和修剪，是设计和准备土地。但是一座城堡，无论设计的多好，都不会自己建成。支柱5是理解，顺应自然，而生活只能在一个地方发生。现在，当下是你与现实唯一的接触点。过去和未来是最大的非自然分心。过去是一个幽灵，它只作为判断存在于你的记忆中；未来是一个幻影，它只作为期望存在于你的脑海中。碎片化的人完全生活在这2个领域，他被过去的内疚和悔恨所麻痹，或者被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所麻痹。他无处不在，除了在他真正拥有力量的唯一地方。它的内部摩擦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去和一个无法控制的未来之间的张力，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大脑是一台时间机器，它逃离当下，特别是如果当下不舒服或需要工作，为过去的事情哀叹比现在打那个困难的电话更容易。白日梦着未来的胜利比现在做俯卧撑更容易。当下需要行动，而行动需要努力。未经训练的头脑讨厌努力，他更喜欢沉思或幻想的舒适迷雾。理性，你的天性只能在现在应用，你不可能在昨天有德性，你不可能在明天勇敢，你只能在这个确切的时刻做到勇敢、公正、智慧和节制。当下的行动是将你所有的哲学带入现实的行为。正如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写给自己的，不要再浪费时间争论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去成为一个。这是支柱5的主要指令。内心城堡的建筑师，这个比喻在这里最为有力。你可以拥有最完美的设计支柱1，最好的材料支柱2，对土地的接受支柱3和一个干净的工作区域支柱4，但如果你不拿起锤子，现在放下下一块砖，堡垒就永远建不成。完整的智者知道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完全专注于在这一刻，以尽可能的卓越美德放下这块砖。完整的智者实践着希腊人所说的警觉的注意力，一种对当下的警惕和持续的关注。他锚定他的思想，当他工作时，他就在工作；当他倾听别人时，他就在倾听。他不会在与家人共进晚餐时玩手机，他不会在与孩子玩耍时想着工作。他完全在场，因为他知道当下是他理性可以运作的唯一地方。这个支柱是对抗焦虑的终极解药。焦虑几乎总是对未来的恐惧，对可能发生但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恐惧。通过训练你的思想回到当下，你就能解除焦虑。你问自己，在这一刻我安全吗？在这一刻我被要求做什么？答案通常很简单，你面前的任务，你肺里的呼吸。再想想司机克劳迪奥，他接受了交通支柱3，并修剪了他的愤怒支柱4。现在，在当下，他的行动是什么？是复习他的笔记，是练习平静，
他没有焦虑于当他迟到时老板的反应未来，他没有因为晚出门5分钟而责备自己过去，他完全专注于当下的任务，成为他能成为的最好的完整的智者。当他坐在车流中时，这个支柱的结论就是生命本身顺应自然，而生活不是你某天会到达的目的地，它不是你获得的证书，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应用这些支柱的实践。你获得的力量是效率，你停止在幽灵和幻影中浪费你的生命，成为在现实世界中深思熟虑的行动力量。你成为不仅设计而且建造的建筑师，你成为自然的力量，协调一致，活在当下。你已经到了本指南的末尾，但这只是你真正实践的开始。从碎片化的人到完整的智者的旅程不是一次性事件，它是一个日常过程，一个持续的工程。它是无情的应用5个支柱，测绘你的控制，培养你的美德，接受你的命运，修剪多余之物，并在当下行动。现在你的转变需要一个宣言，将你的意图与你的行动结合起来，闭合一致性循环的第一个行动。现在开始使用评论区，不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观众，而是作为一个积极的实践者。公开宣布你的新队列，写下我选择理性作为你有意识的顺应你真正天性生活的第一个行动。但还有第2个承诺的行动。成千上万的人点击了这个视频，被缓解的承诺所吸引，但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被下一个非自然的分心所吞噬，回到了他们惯常的摩擦中。你坚持到最后，吸收了每一个支柱，这个事实已经将你与反应性的心态区分开来。你展示了这个旅程所需的专注和纪律。为了让我们能够建立这个真正建筑师的社区，我希望你表明你的坚持。除了你的宣言，还要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这不是为了我，这是为了向你自己证明你的注意力是你的，这是你自己承诺的社会证明，也是激励其他正在这条旅程上的人的一种方式。最后，如果这个信息与你的理性产生了共鸣，如果你感觉内部的摩擦减少了，清晰取而代之，那么执行这个队列的最后行动，留下你的赞不是一个空洞的手势，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智慧的美德在这里得到了认可。订阅频道不是关于数字，这是你对自己训练的持续承诺，是保持你的工具锋利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视频，想想你生活中那个生活在混乱状态中、疲惫不堪、支离破碎的人。分享这个指南不仅仅是发送一个链接，这是一个正义的行为。支柱2，伸出手帮助另一个人找到他们自己的自然和谐。继续建造你的城堡，